各位朋友，早上、中午、晚上好，这里是依依老大。现在时间是东八时区7月6号下午。日本知名预言家龙树亮预言日本2025年7月5号会有末日危机，现在已经平安度过了吗？还是还在悄悄的酝酿当中呢？另外，比特币会遇到什么风险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请随我看下去。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预言家龙树亮讲的事情。他是一个日本漫画家，出版社有帮他的这个预知梦整理成一本书，叫做《我所看见的未来》。这一本书怎么会有这么有名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他这个预言出这个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知名网红老高有特别做出这个影片讲这个相关的事情。这个他的这本书，对，所以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他对这个2025年有什么样的预测呢？他说2025年7月5号清晨4点18分的时候，日本南部外海会发生灾难，可能会引发巨大的海啸。对，这个是蛮严重的。他说这个海啸会淹没1/3的日本土地。对，然后现在时间已经是东八时区的7月6号下午了，看起来已经是安然度过，是这样子吗？其实如果你有去看他的预知梦，他其实有些这个时间表就不会这么的准确，反而会有一些 magic number 的 shift。对，所以其实危机还没有完全的消除。另外还有一种可能，会不会他说的这个巨大海啸指的不是真正的物理上的海啸，而是这个金融海啸呢？对，这个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的金融环境状况是怎样。我们这个打开一下 PowerPoint。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川普在7月9号附近会公布这个关税相关的这个政策，发布这个说这个要对各国要课多少关税，这样子的一个可能会潜在有个大利空会出现。那刚好也是在这个预言家龙树亮所说的7月5号这个大地震预言的附近。对，那我们现在先勾述一下这个川普目前关税的政策状况。他在7月2号的时候，川普他说他已经跟越南已经谈好这个关税，这算是一个利好消息啊。那这个关税内容是什么？就是越南必须要这个所有商品都要支付20%的关税，然后如果有人要试图那个先转运到其他国家，再输送到美国的话，这个关税会有加重，变成40%，有点像是惩罚性的关税。对，那这个对越南来说算是有点像变相的这个割地赔款，是朝贡的经费的样子。对，算是但是已经谈成了，这个对市场一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好，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他在7月2号的时候，川普有讲他跟日本，他可能说这个日本需要支付30%到30%的关税，这算是蛮高的。那他也是高度怀疑说他们有没有办法跟这个日本达成协议，因为目前他们是谈判是破裂的。那他也有特别的警示说他不打算延长7月9号的最后期限。对，那个对日本来说，其实是有可能在7月9号时候公布，会产生重大的经济冲击，然后引发这个金融海啸，这个其实是蛮危险的。对，那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日本这个金融海啸可能跟其他事情没关，但是这个世界这个贸易是这个各国与国之间其实是有高度的密切的合作啊。对，所以一个金融市场受到波及，那可能不止一个日本，它可能还有其他国家。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目前新闻它写的状况，就是今天早上这个7月6号早上这个5点的时候，这雅虎新闻有发一部那个新闻，他说也是一样提到这个7月9号的日期已经快到了。那川普已经有这个半变相的一些警示，说他可能会高达70%的关税，对某些国家是这么高的数字。对，然后他的财政部长也有讲，这个10%可能是最低的互惠税率，然后关税金额可能从60%、70%、10%到20%都有可能。目前跟中国的话，美国有一些相对放缓的一些政策，它对中国的晶片设计软体，还有这以往的出口的限制有放松了。
这个中国的晶片设计软体有哪些？像 Synopsys 的 EDA Tool， 还有是 Cadence 的 EDA Tool， 这些可以做这个 IC 设计用的。然后算是一个偏利好的状况，就是至少美国肯这个放软啦，就是提供一些利多给中国嘛。另外一个是越南刚刚有讲，它其实已经有这个谈判已经完成了，那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利好。那越南的话，至少这个是一个政策是落定的，也算是一个利好。对日本的话，它的谈判是已经有破裂的状况，那真的是7月9号可能会有一点风险啊。对他，川普还说这个你们必须明白，他们被宠坏了。对他这样说，这个是蛮重的话。那另外就是欧盟也是谈判，也是目前这个关税这个进展也是不太好的。川普威胁说，欧盟进口商品要征收50%的关税，这么高的这个数字。另外和加拿大的话还可以，目前也是有进度的。他们说预计可以在7月中旬可以达到协议。那这个关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关税就是持续这么高的话，然后不是所有国家的共识的话，那可能会进而引发这个通膨的风险，就是你要收那么多钱，那你这个厂商也还是需要赚钱，那他就需要卖贵一点，然后东西变贵以后就产生了通膨。那鲍威尔他原本就一直很不希望降息来刺激经济市场，那鲍威尔也这样子就会得到一个合理的理由，那就是因为现在有通膨，所以我不降息了。对，这样子可能会触发这个经济市场的下跌。那原本现在股市或者是一些金融市场，其实最近期是涨蛮多的。那什么原因涨？因为大家预期它是很快就要降息了。那如果降息被拖延了，或者是取消了，那从哪里涨上去就会从哪里跌下来，这个是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那会不会真的产生了一个金融海啸，那就是龙叔那样所说的海啸呢？对，那就我们再看看咯。那我们现在下一个这个主题是这个，我们看一下，如果是比特币目前状况，会不会受到这个风险所影响？对，像比特币的价格是已经跌破这个下降通道的上边缘，已经跌回去了，它已经回到通道里面了。那又会倾向于一个震荡的行情。不过要注意的时候，它是在7月10号，这个是美股没有开盘，可是还是要注意一件事情，虽然美股没开盘，但是7月10号这个是平日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纳斯达克期货 CFD 这些商品还是有开盘的，所以只要是平日，这个价格的这个移动还是有它一定的参考价值，除非是像是假日这种7月5号、7月6号这种的移动，这个就可能是一个无序震荡，这个的这个移动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参考价值。但是如果是7月4号仍然是平日，只要期货 CFT 这些商品有开盘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那目前它的确是跌了下来，所以它有一个回落的风险。那我们用这个技术分析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4小时线上面，这个上一次的低点是在105,000附近。对，它有没有可能下来再去猎杀这边的这个流动性，然后再继续往上呢？或者是它猎杀这个流动性以后，这个庄家主力还不够满意，他还想要继续清掉这个 FVG 这个真空区间。那这边提到 FVG， 那我顺便讲一下 ，FVG 就是这个fair value gap 嘛，就是一个真空区间。那这个真空区间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举一下其他的这个商品，像是这个台股、美股，他们其实都会有这个 gap， 就是缺口理论。如果你们有听过缺口理论，缺口理论是怎么产生的？比如说，今天晚上收盘价格是多少？那隔天，因为它中间会有休息状况嘛，那休息隔天在开盘以后，这时候开盘价格可能跟上一次的收盘价格不一样，就会产生一个跳空的 gap， 这个叫做跳空的 gap 缺口。那缺口通常回补的几率可能高达70%以上。我们举个例子，像是台股的话，这个
这边会有一个缺口，那它之后就会补完这个缺口，然后再做它的这个新的 price action。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缺口，所以它这个价格会往下来补这个缺口。这边也有个缺口，所以它会来上来补。然后这边有一个缺口还没补，对。然后这边有个缺口，它也会往上触碰以后再往下走。对，这就是缺口理论。那 FVG 它本身也是一个缺口的概念。那 FVG 它真实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价格移动太快速了，在某个区间里面价格移动太快速，然后产生这边有遗留的挂价单还没有马上成交。那 Smart Money 他们那些庄家主义就会希望来这边补完这些真空区间。对，那这边也是有真空区间，在104000左右。那这是4小时线的真空区间，那有日线的话，就是在这个也是在104000附近。对，那像这边的真空区间是107000，在这个礼拜四的回落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碰触到一点了。对，所以也就可以算是已经有补了。对，看它会不会再继续更往下清扫这边流动性，甚至是往下清扫这个 FVG， 触碰这个 FVG 呢？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完全取决于这个7月9号关税的状况。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利空的话，大概就会往下面的这个方向走。对，那这个是比较悲观的看法。那我们叫那个乐观的看一下，它其实这个比特币目前它是满足3个大多头的这个价格形态哦。还有满足这个3个大多头价格形态，一个是这个 bull flag 嘛，就是一个下降通道突破，如果它突破的话，一直往上，这是第一个这个大多头的形态。另外一个是这个头肩底的这个价格形态，也是一个大多头的形态。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杯柄形态。有一个杯柄形态，所以它这样的走势已经满足了3个大多头的形态。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它真的往上走的话，很有可能会有一波非常大的这个获利空间，就多头的获利空间。好，那这个是比较乐观的看法。那除了刚刚有关税的风险以外，还有一个比较悲观的是它的周线的部分。看一下周线，可以发现周线部分，如果它在这边如果在这边还不赶快上去的时候，它在这个 NACD 在这边死叉的话，那就可能就真的走出一个顶背离的形态，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看空的状况，而且它是中线级别的哦。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周线级别的顶背离会发生什么事情。这边价格是往上，但是 NACD 是往下。那它就会开启这个熊市就开启了，或者是一波很大的回调，这个回调可能都是30%起跳的。对，那如果它这一次真的要下去，它可能就会回到7万块这种数字，这是非常恐怖的。对，那目前这个 MACD 线是还没有死叉啦，只要多头还在这边撑住，那要把它撑住，避免它死叉的话，才可以化解这个风险。赶快拉上去可以化解这个风险。可是如果关税是这个非常大的利空，然后延迟它往上的话，那就可能会触发这个时差的状况。对，这个风险是蛮高的，还是要注意。虽然有这个3个形态的大多头 pattern 出现，但是也有潜在的周线级别顶背离，这是一个非常极度看空的讯号。那还有加上现在的关税可能会让这个在多头上面是有这个时间的压力，对，如果不赶快走上去，会有这个风险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数据面好了，这个数据面就是我们之前常说的这个2个我喜欢看的数据，一个是资金费率，一个是这个多空人士持仓比。那资金费率部分也一样是维持中性状态，它是0.0023，对，虽然还没有到负的，但是就是中性偏多的，对，偏多的讯号。那如果是多空人士持仓比呢，它现在是0.628，它的确就像我们上次影片说的，它
它来到历史的低点0.45以后，就是物极必反，它的确会往上移动，那价格也的确因此而往下移动。对，那目前是来到0.625，我觉得这样的表现还不错啦，因为它这个从0.45拉这么高到0.625这边，但它价格其实没有动这么多，就动大概2000点附近，还可以，对对，勉勉强强，大概对，就是价格有维持，但是这个数值上涨，价格没有动那么多的话，这对多头来说也是一个偏向这个多头是有这个状况还不错啦，对，但是目前的多空人士持仓比算是一个中性的，然后这个资金费率也算是偏中性的，对，好，那整体来说，这个目前有这个川普7月9号关税的大利空的风险，那如果有这个利空的话，又有这个可能会导致 NACD 走出这个顶背离的风险，那但是大周期又有这个看多的讯号，所以目前的不确定性还是很高。我们依然秉持着我们的交易系统去做交易，但是在这种这个金融环境有这个高度的不确定性下，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仓位大小来降低风险。那未来我们会持续为各位这个追踪市场的变化，一样数据会说话。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的影片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鱼单，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